大叔曾是杀人不眨眼的顶级特工，却沦落成8岁女孩的贴身保镖。起初他还只是常规接送上下学，但今天却与以往不同。一辆原本正在前行的警车，竟奇怪地开始向后倒退，并且牢牢堵死在了路口末端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路口也同样被警车拦住。还不等他了解具体情况，突然一辆可疑的大奔向他驶来，警觉得他顿感不妙。然而此时校门缓缓打开，出来的正是他要保护的女孩，于是赶紧呼喊她的名字。逃跑后的女孩孤立无援，而大叔却依旧在为她战斗，不惜一切保护女孩。眼看大叔已经身中数枪倒地，女孩竟突然折返了回来，同时劫匪也匆匆赶到，将女孩直接抱起，且硬生生地塞进了车里逃离。事后大叔被指控参与绑架，并且击杀2名警察遭受逮捕。殊不知在这神奇的国度，竟每小时都会发生一起绑架案，同样大叔也没能逃过此劫。然而令劫匪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他们竟惹错了人。大叔因患上应激综合症后退役，每天过着虚无缥缈的生活，只能依靠酒精麻痹自己。但好友雷本不忍他虚度一生，便给他安排了一次面试，就是给富豪家的女儿当保镖。本以为只是份简单的保护工作，却招架不住乐观开朗的女孩。每次放学回家，女孩都会把好事分享给他，可沉默寡言的他却对此感到十分厌烦，于是警告女孩不要打扰自己，这让女孩大失所望，于是迅速下车换乘到后排。显然自己的言行让他感到寒心。事后大叔开始反思，并且再次利用酒精麻痹自己，甚至拿枪对准自己的脑袋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子弹竟在关键时候卡壳，于是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雷本，并告诉了他事情的缘由。You're talking about a bad primer. Yeah. Dimple on the primer, bad maybe. Like we used to say, the bullet always tells the truth. 随后他朝着女孩方向望去，正好看见她站在窗边，并且一脸担忧地看着他。这一次他遵从了上帝的选择，决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经过了几天的和平相处，两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近，直到校内举办的一场游泳比赛，大叔发现女孩因落水太晚，错失了获得名次的机会。为此他特意拿出2块板砖，在她的耳旁不停地摩擦，直到敲响的那一刻。 What happened? I flinched. You flinched. The gunshot holds no fear. Say it. The gunshot holds no fear. Louder! The gunshot holds no fear. Louder! The gunshot holds no fear. It's good. 很快女孩的反应越来越快，并且成功摆脱枪声障碍，甚至在之后的比赛中，女孩获得人生中的第一个冠军。她兴奋地扑向大叔怀里。除此之外，女孩如果在学习上遇到问题，也会虚心地询问他，直到校长说出那句话，将大叔的心门彻底打开。 Today, you are her father. 这是大叔前所未有的感觉，特别是女孩送的那一只小熊，成功帮他摆脱应激综合症的困扰，至此他再也不需要酒精麻痹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女孩不仅被绑匪成功带走，自己还遭到了当地警方的调查。与此同时，绑匪也打来电话索要赎金，要拿1000万换取女孩的命。显然富豪不会因金钱而吝啬，果断取出1000万现金，并按照绑匪的要求进行交换。然而绑匪不讲武德，竟然不停地变换交易地点，直到把钱放进指定的后备箱，才肯放过富豪。可在绑匪美滋滋地准备拿钱时，突然传出另一帮劫匪，很快双方反生激烈的枪战，直到绑匪再次打来电话后才得知他的侄子被杀，打算用女孩的命来偿还。富豪彻底崩溃了，一旁的母亲迅速抢过电话，让劫匪放过自己的女儿，无论什么条件他都肯答应。 I'm sorry. Now it is too late. 母亲无法接受这样的审判，气愤驱赶那些不作为的警察。得知消息的雷本第一时间找到大叔，并将女孩遇害的事告诉了他。大叔失望至极，想不到自己拼尽全力保护，依旧没能挽回女孩的命。随后他来到案发现场，越发觉得事情不该就此结束，于是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让雷本帮忙找一些武器装备，而自己则去寻找那辆可疑的大奔。很快大叔通过朋友调查，找到了那个开大奔的司机，原来他是个法警，专门帮一个名叫屠夫的人办事，并且这个法警很有原则，光办事不问原因。可今天却遇到个硬茬，直接用酷刑逼问出更多信息。大叔得到了屠夫的地址后，并没有给法警活路，直接将车开向了悬崖边，垂直坠毁在地面上引发爆炸。随后大叔来到法警提供的地址，并且找到了所谓的屠夫，同时用枪要挟对方。来到了作案团伙的老巢，可刚进门就遭到袭击，大叔立马用喷子教他们做人，很快局面就被控制。大叔拿出照片询问3人，可依旧没有人肯说出真相，于是大叔直接打死屠夫中间的卷毛瞬间老师，并一五一十的交代所有情况。原来有个叫嗓音的人会给他们一张专用银行卡，并且每周可以取出200作为回报。收取完卷毛的信息后，大叔直接送了1粒花生米。最后就剩下一旁的女人，她表示女孩是被老板的弟弟带走，其他的事情一无所知。由于语言上的障碍，女人带着她去寻找女孩，结果发现他们专门绑架少女。大叔一怒之下直接捣毁了这个犯罪窝点，并且成功救下一名无辜少女。紧接着他找到朋友，让他帮忙查找银行卡的转账信息，同时朋友也提供了重要线索，就是另一波劫匪与反恐局长有关，原来里面还有其他隐情。隔天大叔闯进一户老人家里，为的就是在此暗杀那名反恐局长。起初老人还劝谏大叔，可大叔却说 Forgiveness is between them and God. My job to arrange the meeting. 随后他细心调试着武器，然后打开窗户，拿起武器对准目标。
很快大叔就行走在大街上，抬手便对着车辆射击，同时手上握着一枚雷管，直接朝着汽车底盘丢了过去。司机刚打开车门，就被大叔机枪毙命，然后躲进车里，让车后的反恐局长别动，并驾驶着汽车迅速离开。很快，两人便来到了高架桥下，局长已经被五花大绑，没曾想对方还十分的嚣张，表示这个国家都是警匪一家亲，只要拥有大量的金钱，就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，甚至还用他独特的黑帮身份来威胁大叔放了自己。殊不知大叔并非等闲之辈，怎么会惧怕一个黑帮？于是告诉局长屁股里会塞入定时炸弹，只需5分钟就会爆炸。局长瞬间怂了，果断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他说是自己派人拿走了钱，但箱子里并没有1000万，只有少得可怜的250万，剩余的全是废纸。同时他确信箱子没有被调包，或许问题出在送钱的富豪身上。事情如今变得越发复杂，完全超乎了大叔的想象空间。局长祈求他放了自己，可大叔根本没有放过的意思，按下定时按钮转身离开。很快局长就菊花暴涨见了上帝，紧接着便来到富豪家对峙。这时女主人丽莎也在家，大叔询问富豪赎金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却一声不发。于是大叔告诉丽莎真相后，丽莎瞬间火冒三丈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的丈夫竟然会为了钱拿女儿开玩笑。原来顾大叔来做贴身保镖，就是为了骗取保险公司的赔偿金，现在却被绑匪黑吃黑，并且搭进了自己女儿的性命。虽然富豪现在十分后悔，但现在却已成事实，无论富豪怎么在上帝面前忏悔，也挽回不了女儿的性命。 You kill her. You kill him or I will. 大叔也不想亲自动手，只好卸下枪内的所有子弹，然后掏出当时哑火的那一刻，他希望富豪听天由命。富豪拿上那颗子弹，然后缓缓放进枪膛内。虽然富豪最终了结了自己，但追查绑匪的事还要继续。大叔通过好友得知了嗓音的地址，很早就在屋外蹲守。突然一名酷似嗓音的男子走进房子，他赶忙劫持同房的小孩，并让其带自己去嗓音的家。而他所有的闯入行为正好被远处监视的警察发现，并派人随时待命。当大叔走进嗓音家后，发现里面只有他妻子带着几个孩子，眼看有陌生人闯入，女人赶忙大声驱赶他，可大叔稍微不注意就被男子偷袭。虽然自己身中一枪，但还是快速追了上去，并将他抓了回来。当大叔寻找女人指认时，才得知这是嗓音的弟弟。为了逼问嗓音的具体位置，他拿枪指着弟弟的脑袋。在大叔强力的逼迫下，他们通过电话传呼找到了嗓音。此时大叔拿着嗓音的全家做威胁，让他赶紧现身出来。可嗓音却说可以一命换一命。当得知是皮塔的命后，大叔瞬间懵了。明明皮塔已经死了，怎么可能拿他的命来交换？为了验证事实的真相，他让嗓音询问交换人是否知道皮塔送给他的礼物叫什么。很快电话再次打来，并且确定了礼物名称后，大叔立马答应了嗓音的要求。他带着嗓音的全家赴约，同时给丽莎打去了电话，表示皮塔并没有死，且自己正在赶往解救的路上。丽莎很快与大叔会合，虽然没有立马看见自己的女儿，但大叔表示自己要前去接回皮塔，希望丽莎拿上这把喷子，一旦自己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就直接扣动扳机干掉嗓音的弟弟。如果皮塔顺利回来，就把这个男人给放了。随后大叔拖着受伤的身体走向大桥，看着迅速跑来的皮塔，大叔内心瞬间感到欣慰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，同时让他赶紧回到母亲的身边。直到母女相拥后，大叔再次起身，此时红点已经对准心脏，他按照要求走向了嗓音的方向。此时的他已经油尽灯枯，心中再也没有了任何牵挂，最终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。